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前高达27兆的 AI 估值背后是否正隐藏着一场史诗级的泡沫危机？当所有人都在为 NVIDIA 和科技巨头的惊人获利欢呼，认为这一次不一样的时候，高盛证券在最新发布的宏观报告中抛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警告。目前的 AI 资本支出热潮虽然在规模上已经追平了1990年代的科技泡沫，但市场定价已经远远跑在了宏观数据的前面。高盛指出，当前的 AI 估值已经大幅超越了美国经济因 AI 生产力提升所能获得的实质折现价值。这背后揭示的循环获利危机，以及单位劳动力成本与互利率背后的本质差异，究竟会如何改写这场科技盛宴的结局？高盛指出，虽然当前 AI 产业的基本面依旧强劲，但市场估值与宏观现实之间的张力正急剧拉大。目前市场对 AI 相关资产的定价已显著超越了 AI 为美国经济带来资本收益增加值的基准折现值。高盛强调，尽管当前的利润率、企业财务平衡等宏观指标尚未出现1990年代泡沫破裂前的恶化讯号，但 AI 资本支出的高度集中化以及市场对于生产力回报的过度透支性，让这场狂欢进入了估值跑在数据前面的敏感阶段。我们来拆解高盛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依据与数据。首先是 AI 资本支出规模对标1990年代。高盛指出，当前的 AI 资本支出在规模上已经与1990年代科技泡沫时期旗鼓相当，但其广度与持续时间仍无法与当年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当前的支出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超大型科技巨头身上。华瑞认为，这种高度集中的资本支出结构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晶片巨头的超长获利，但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实体产业应用支撑，一旦巨头放缓资本支出，整个产业链将面临剧烈的订单修正。其次是估值与实质生产力回报的脱节。高盛估计，市场目前对 AI 相关板块的估值定价已远超 AI 提升美国经济潜在生产力后所能创造的实质收益折现值。尽管要将这些高估值与未来的利润增长相协调，在理论上依然可行，但这需要极为苛刻的假设。华瑞认为，这代表市场正在提前透支未来10年的生产力奇迹。当无风险利率维持高位，而 AI 的实质变现速度不如预期时，这种估值溢价将难以维持。第三是高利润率与企业财务平衡的现状。高盛指出，与1990年代末期不同的是，目前科技巨头的利润率依然维持在高档，且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相当稳健，经常账赤字甚至有所收窄。华瑞认为，这正是目前 AI 泡沫尚未立刻破裂的防线。只要科技巨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没有失控，互利率保持健康，这场估值游戏就还能继续。但这也意味着市场对巨头利润率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极度敏感。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是科技巨头的循环获利危机。高盛指出，目前的 AI 营收多属于巨头之间互购设备与算力的内部循环，而非来自实体经济广泛的劳动力成本节省。华瑞认为， AI 投资的终极价值在于提升实体产业的生产力。如果 AI 无法在传统零售、制造、医疗等领域实现真正的效率提升，这场左手交右手的获利游戏迟早会遭遇瓶颈，这是投资人必须警惕的盲点。面对高盛这份估值警讯，投资人该如何思考配置？华瑞认为，投资人需要重新思考2个配置维度。首先是防范科技板块估值过度扩张的修正风险，不宜将所有资金集中在单一科技巨头，应适度透过多元化资产配置来防范波动。其次是寻找真正能利用 AI 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提升获利率的实体应用型龙头企业，而非仅仅追逐硬体基础设施。投资人应将非科技板块的劳动力生产力数据以及超大型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增速作为评估 AI 变现周期的核心指标。总结来说，高盛这份报告为我们揭示了27兆 AI 估值背后的真实冰与火。虽然企业利润率与财务稳健度依然健全，但市场定价已经远远超越了宏观经济的实质折现回报。在这场资金盛宴中，我们需要保持理性，避开过度拥挤的循环获利泡沫。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